Hello，大家好，我是简小白。我现在呢是在山西的住在一个类似于青旅里面的一个床位房安妮波妞呢现在是在车里面的，老板不让带上来，我就没带上来了。从这个直播过后呢，我有1个周没有更新视频了。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忙着处理售后的问题本来这个视频呢，咱们的直播服务的那个团队还有那个商家，他们不要让我发视频，但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是要把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我还是想给真心支持我、愿意为我买单的朋友做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回应。停更的这些天呢，我一直在解决售后的问题，我和商家沟通，和粉丝亲自沟通，就是有的朋友他买到了那个苹果，大部分是苹果的差评，我们卖出去了大概有6000单左右，具体多少我已经记不清了。在这个范围区间出现了100多条差评，然后其实这100多条差评呢，我是很能够理解的。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不是无缘无故找我的麻烦。我在这里先认个错，表个态，就是出现在咱们直播间的那个展示品，有些果子是大于80或者说85的，当然也有更小的，比75还小的果子，或者说75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我和直播服务的团队，包括供应链，他们在沟通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果子的大小摆放没有统一，做到统一标准。但是我们在直播间说的时候，说的是卖的是75的。其实很多朋友他对这个果子是没有多大概念的，75的果子和80的、85的，在视觉感官上面还是相差很大的。我们大多数人呢，在超市或者说在线下的那些地摊上看到的那个苹果呀、水果这些有的苹果它是大于80的，就是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苹果不会太小。但是呢，这一次我们从洛川这边卖出去的苹果呢，选的是75的。当时选这个果子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面也没有这个概念，你们知道吗？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做这些生鲜，没想到果子的大小有那么多，然后呢，果子的口感其实我也亲自尝过了，挺好的。然后呢，也有差评在说这个果子太酸了。其实我想说一下，这个果子呢，大家要求是现摘现发，新鲜嘛，从树上摘下来，还没来得及去酸就发出去了。然后发出去呢，有的朋友拿到了就当时就吃，当时肯定是酸的，你们知道吗？因为果子它要现摘现发，保证新鲜的话，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到你家手里面，其实要摆放几天，去酸，放冰箱里面，这样吃起来口感要好一些。然后你如果还想吃甜一点，就多放一些时间，因为这个苹果它是很耐放的，你甚至放半个月吃起来都很新鲜的。我车里面我买的那个果子我已经放了半个月了，吃起来现在都还是很新鲜，所以我不是在这里为自己狡辩。果子的小的这个问题，我真的是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呢，我在这个期间停更的时间里面，我在和商家沟通，包括和直播服务团队他们沟通，就是说这个果子如果有朋友觉得不满意，有哪里不满意，我自己掏腰包退。我就亲自给直播服务团队和商家就说了，我说一定要打电话给他们说，每一个说很寒心或者说很失望的朋友，收到差评的朋友，一定要给他们打电话去沟通，解决这个售后问题。我希望就是这个视频呢，就是通过我的一个回应，我的真诚的一个态度告诉大家，我如果真的在这个上面出现了错误，我是愿意承担的。所以我发这个视频的初衷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担心售后的问题，找不到商家可以找我，商家不买单可以找我。如果商家有任何就是态度不好的地方，可以找我，因为你们是奔着我来的，在我直播间下单是奔着我来而买单的。不管是新进来的朋友还是老粉，我希望就是我能够对得起你们愿意为我买单的这个心意，而不是让你们寒心。不管我以后做的有多么强大，我依然是这个态度。不管我以后做的好与不好，我都会秉承一个这样的态度去做事儿。有朋友说小白你不适合做生意，是我确实觉得有时候我可能不太适合做生意，就是因为我这样做，粉丝都会来找我，就会把我搞得很累，你们知道吗？
就是不管是大事儿、小事儿、鸡毛蒜皮的那么一丢丢小事儿，本来是通过商家的客服，他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呢，都来找我，所以我就会很累，没办法去更新视频。所以这期间呢，我也是在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也是这个原因，确实有点累。但是呢，我是觉得要对得起大家，我就是这么一个态度。他们不让我发视频，说发了视频以后呢，会有底下很大一批粉丝，或者说一些黑粉，故意带节奏，断章取义的把你的视频这样拿去说。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哪怕我们之间隔着镜头，我希望我的真心诚意能够通过镜头传达到你的心里面，你能够看到我的态度。今后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同时呢，我也是能够让大家放心，就是大家买了安心。当然也有朋友说，小白，我买你的东西根本就不是说要吃什么，就是支持你买你的东西，好不好吃根本就没关系，因为很多朋友买了一大堆根本就没有吃。其实我想说的是很感谢，就是很感谢大家这份心意吧，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大家给我的这个心理压力其实挺大的，你们知道吗？我从来不怕什么黑粉啊，这样去说我真的是怕辜负了你们，知道吗？别的话呢，我就没有什么多说的了。接下来就是我有个小小的计划，我会继续北上，但是呢，我可能在北方待不了多久，因为这边开始冷了，冷呢，我那个车又不是四驱的，担心在这边开车安全问题。因为对这边嘛不太熟，所以呢，我就觉得要回到南方去。回到南方去呢，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愿，我想把我几年前一直想打造农村小院的这个计划去实施一下。有朋友呢就说你可能在跟风，我真的很想说，我真的不是跟什么风。大家看我之前的视频，我老粉就知道，以前我就有这个想法，就是在农村有一个小院儿。我很想有这么一个小院儿，就是在我拍摄出来旅行累的时候，我回到家那个小院里面，我在那里住个1个月呀，我又出来旅行。那个小院对我的一个作用就是这样。如果说我回到家那个小院拍的大家喜欢那种生活和街坊邻居啊和村里面发生的故事，大家喜欢的话，我也会多做一些更新，然后说不定慢慢的转型了，就不用出来做旅行自媒体了，有可能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乡村守护人，真正的在村子里面创作，甚至还可以带着家乡人致富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这是我的一个小小心愿吧，就是改造乡村小院。也有很多旅行博主呢，也在今年的下半年好像是都在尝试做这个事儿啊。但是我这个想法是很早以前有了，但是一直没有实施啊，走在他们的后面了，又掉队了。但是呢，这条路是不好走的，转型要是失败了啊，我跟你们说一下，那就是得不偿失啊。所以呢，我也在这里说一下，咱们的同行呢，也不要尝试盲目跟风，真的这个有风险的啊。咱是怎么说呢？地地道道的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我对农村生活呢有一定的了解，走过这么多乡村呢，我也有过了解。在村子里面待着其实很枯燥的，你真的要长年累月待在那个地方去做一件事儿啊，真的很枯燥。所以这个视频呢，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愿的一个分享啊，不知道大家支不支持啊？咱们之前年初也拍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寻找乡村小院老房子来改造，很多朋友表示支持，但也有很大一部分表示不支持啊。所以有支持的朋友可以在公屏上说一声支持，不支持的朋友也说一下你们的理由是什么，我想听一听大家的一个意见，好吧？本期视频到这里了，咱们下一期视频会马上和大家见面，拜拜。